一天击毁4架直升机，俄再次大意失武器。美国海军下一代隐形舰载机将在本周亮相。台湾亮出奋进魔鬼鱼号无人艇入侵太平洋。泽连斯基人气上涨，总统连任不下台。3月24号，乌克兰方面公布了一段打击俄军直升机的视频。按照乌方所述，乌军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火箭和炮兵部队协作，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摧毁了2架卡52和2架米8直升机。直升机属于高价值目标，乌军此前就曾使用远程武器打击过俄军的直升机场，使用防空武器击落直升机也不罕见。但像别尔格罗德州这次一次宣称干掉4架直升机，还是少有的战果，而且这还是在俄本土境内打出来的。根据视频信息地理定位，这个临时的直升机野战起降场是位于别尔格罗德州伊夫尼亚镇的东侧，这里距离乌军进攻的别尔格罗德州边境约60公里。乌军海马斯在苏梅城东的林带隐蔽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可以覆盖到相关目标。从乌军发布的视频来看，第1枚、第2枚射向标注为卡52直升机的目标，打偏了几十米。以海马斯火箭弹的威力，难以对卡52造成彻底损伤，估计后续可以修复。而第3枚、第4枚射向为标注米8的目标时，火箭弹精准命中。俄罗斯方面反馈的信息称，乌军识别错误了直升机的型号，而且据一名飞行员称，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损失，但默认了装备损伤。俄方也有紧急抢修后撤卡52的消息。另外还有一条信息很有意思，俄方称这个直升机起降场的位置是当地的服务员泄露给乌军的。俄方能否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就确认泄密源头且不说，但这个场地想要保密本身就很难，因为它附近的伊夫尼亚是一个有7000居民的镇子，起降场本身就在镇子旁边，真要有人想通告给乌军的话并不困难。而且我们注意到，乌方发布的信息中提到，本次行动由3个部门协作完成，分别是特种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和火箭炮兵部队。乌军特种部队当然是没有直接渗透到60公里外，主要是起飞无人机确认目标并监控战场。火箭和炮兵部队则出动海马斯火箭炮对目标实施打击。这2个单位的分工很明确，而国防部情报总局显然是搞到情报的那一个。这个单位在俄乌战争中整了很多大活，除了其所辖的部队直接参与对俄作战外，在对俄情报线上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在俄国内招募了不少线人。所以乌军决定进攻别尔格罗德州时，由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力搜集别州境内的俄军情报，进而发现俄军的直升机起降场，这个难度不大。当然，这次战例从根本上说还是反映出俄国人的头脑大条。事实上，乌军在俄乌战争中搞出来的不少的经典战例，都跟俄罗斯人的麻痹大意有关。就以本次战例情况来说，将直升机临时起降场设在距离战线60公里的位置，而且还是在较大镇子旁边，这本身就是送菜行为。因为这个距离恰好在乌军的海马斯射程内，甚至乌军都不用冒险抵近到接触线发射，在苏梅城东的隐蔽发射阵地就可以打。乌军现在是缺少 ATACMS 战术导弹，而且使用这种导弹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有限制，但是可不缺少制导火箭弹。而且现在美国已经恢复了对乌军事援助，情报侦察方面开天眼又开始了。俄罗斯单纯就是认为对面看不到在这里起降直升机吗？还是觉得对方看到了也能打得到呢？心存侥幸，觉得离得近点用得方便，结果遭到这样的损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海马斯火箭炮活动的恢复，它在距战线20到30公里范围内的活动后续肯定还会有。俄军想要减轻纵深所受威胁的话，对这一范围内的侦察力度就要加强。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台湾最新的无人艇。据台媒3月25号电，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首艘军用级无人船奋进魔鬼鱼号在高雄兴达港码头亮相。接下来咱们看看这艘船的参数。
奋进魔鬼鱼号无人艇三筒体设计和各项性能参数是针对台湾海峡特殊水文特征量身打造的，船长8.6米，结构较为紧凑，在狭窄的台湾海峡中具备出色的机动性，便于执行侦察、突袭等任务。该无人艇满载排水量超过5吨，具备一定的载荷能力，可以搭载轻型鱼雷、高爆炸药等武装。5吨的排水量也保证了无人艇的稳定性，使其能够在多变的海况下保持较好的航行姿态。高航速更是一大亮点，最高航速达到35节以上，可以让无人艇迅速抵达目标区域，提高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此外，奋进魔鬼鱼号采用了纤维增强塑料材料，提高无人艇的隐身性，使其更难被雷达发现。该无人艇还具备多模式作战能力，采用了轻型鱼雷以及自杀撞击的双重攻击模式，可以携带轻型鱼雷用于远距离攻击敌舰。当鱼雷耗尽后，该艇还能利用安装在船头的弹头，以自杀式撞击的方式对其他船只进行后续攻击。在通信系统方面，奋进魔鬼鱼号配备了4G 视距无线电和超视距卫星链路等多种通信系统，这些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作战环境和需求进行切换。即使所有通信系统都发生了故障，比如信号中断或者受到干扰，该无人艇仍有可能自主返回基地，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可靠性。然而，要实现50艘无人艇的集群控制，面临着较高的门槛技术，这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效的通信协调机制，以确保每艘无人艇都能够准确地执行命令，并且与其他无人艇协同作战。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如何避免无人艇之间相互干扰和碰撞，应对电子干扰和攻击，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此外，这类型的操作也对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战经验提出了极高要求。台军试图将无人艇融入作战体系，玉山级2栖舰搭载的20艘无人艇的联合作战构想便是其中一环。玉山级2栖舰具备运输和部署能力，可以将无人艇快速投送到作战区域，扩大其作战范围。2栖舰作为指挥和补给中心，为无人艇提供情报支持和后勤保障。无人艇则凭借自身优势执行侦察、攻击等任务，形成互补的作战模式。然而，要实现和无人机协同侦察的 C4ISR 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和侦察的系统整合，是面临诸多难题。无人艇和无人机的通信频段、数据格式可能存在差异，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交互存在技术障碍。另一方面，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如何对大量的侦察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和处理，以形成有效的作战指令，对台军的指挥控制系统是巨大考验。除了无人艇本身的素质过硬以及台军面临的困难，这种无人艇的诞生更多是来源于美军印太司令部提出的地域景观计划。该计划包括了2000吨级大型无人水面舰艇和500吨级中型无人水面舰艇的部署规划。2000吨级的 LUSV 具备较强的续航能力和载荷能力，可以搭载多种武器系统和侦察设备，能够执行长时间巡逻、侦察和打击任务。500吨级的 MUSV 则相对灵活，可以进行快速部署和战术机动，配合 LUSV 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他们可以从关岛基地出发，快速抵达作战区，同时关岛基地还能为无人艇提供维修、补给等支持，确保其持续作战能力。但让人担忧的是，无人艇高度依赖卫星导航系统，尤其是星链系统，这成为了其致命弱点。一旦卫星导航受到干扰或中断，无人艇将失去方向，作战效能大幅降低，甚至完全丧失战斗力。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美军的6代舰载机。据路透社3月25号报道，美国海军预计将在本周宣布 FA-XX 工程与制造开发阶段的合同授予，这对于 FA-XX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合同短期价值预计为数十亿美元，而整个项目在几十年内的总成本可能会达到数千亿。FA-XX 旨在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成为2030年代后美国航母舰载机联队的核心。核心能力呢，包括空战、对地攻击、侦察、电子战及网络战功能融合，与协同作战飞机、无人机配合。
未来舰载机联队中无人机占比可能多达2/3。但是 FAXX 的争议呢也很多，主要是集中在隐身和气动设计。波音早期的概念图采用了无尾翼或者压翼布局，引发了对技术可行性的质疑，比如压翼对隐身性能的影响，以及最让人关心的成本控制问题。项目面临预算压力，海军可能在性能和成本之间要权衡一下。波音公司和洛马以及诺斯罗普格鲁曼3家公司都在很久之前提交了详细的提案和原型以供评估，但他们的境况各不相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波音公司是赢得了美空军的 F-47合同，给了他一剂强心针。该公司还生产了 MQ-25 舰载无人加油机。如果公司能够购买更多原材料，并在飞机之间共享技术，那么承担2个战斗机项目可能会带来新的高点。格鲁曼公司在生产创新飞机方面有着良好记录，包括 B-2 和 B-21 隐形轰炸机，而且这2款轰炸机都有良好的隐身性能，该技术可以为 FAX 提供更好的生存能力。洛马公司最初呢被视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但该公司难以满足海军的具体需求，包括需要更先进的雷达系统和改进的航母着陆能力。路透社3月4号报道称，洛马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最后再来条小消息。2月28号到3月6号，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2/3的乌克兰民众反对在战争结束前举行总统或者议会选举。具体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2%的受访者对乌克兰在战争结束前举行全国性总统选举表示支持，而多数受访者持负面态度。此外，多数乌克兰公民也反对在安全局势允许的地区提前举行地方选举，仅25%的受访者支持这一想法，63%的受访者反对。该调查还显示，49%的乌克兰民众认为，在战争期间更换政府将不利于战胜俄罗斯，仅有13%的受访者认为更换政府有助于取得胜利，20%的人认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